Hello，大家好，这是小梅前米露。不知道大家在五一假期玩的是否愉快？在14.3版本更新之后，随着全息攻和皇子的削弱，上个版本强势的高原泽力和杀手玩法已经不是当前上分的首选。功能牙刃 bug 的热补也给圣元体系稍稍降温，一星维鲁斯上9已经成为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7阶头恶魔的强势崛起。7阶头恶魔的属性在新版本得到了大幅增强，体系内的五费卡沙米拉也得到再次加强，已经成为版本中强度最高的五费。而与街头恶魔相性较好的五费外援可库珀在经过重做之后，也是回到了优质橙卡的地位。这套阵容不仅拥有着数据最好的2张五费卡作为阵容的上限，在前期过渡时常用的猛牛加杰拉组合，在这个版本也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增强。截止今天，7街头恶魔的登场率已经超过了 1.1， 而平均排名还保持在恐怖的 3.9。那本期视频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下新版本街头恶魔的阵容教学和细节玩法。阵容构筑如图：8级时上7街头恶魔加1外援，有5费卡就上5费。吃到沙米拉的时候，可以上猫咪开高战略的同时开出超频羁绊。没有5费卡时，可以根据地体系卡时来牌的质量选择铁男、炸弹人或者大虫子。上9后五长只有2个 flex 位，我们这以两养一组为小团体进行搭配进行选择。首先是赛博老大2人组，同时也是数据最好的外援组合。可库珀和炸弹人都是 AOE 伤害，与街头恶魔的出伤逻辑一致，高度契合。同时可库珀在重做后不仅更容易打出高额 AOE 伤害，也保留了强势的控制效果，并且不挑装备，是最优质的5费外援。然后是战地2人组，大虫子和厄加特在新版本同时迎来加强，他们在街头恶魔里是十分优质的挂件，分别开出斗士和裁决使的同时能互相激活战地羁绊。厄加特有发育能力，能帮助恶魔补足缺少的单点伤害，面对难过去的前排和战时单 C 阵容时有不错的表现。这2个组合的取舍通常更取决于5费外援的质量和是否有适配装备。还有就是盖伦和扎克的发育组合，这个组合如果能够有足够的发育时间，则有着最高的上限。最后是铁男和佛耶哥的高级工程师组合，是没有其他3种时的无奈之举，只建议在有足够质量或者有佛耶哥联动海斯时使用。再来具体谈一谈这几张5费外援吧。右图是在检索7街头情况下5费的外援胜率，可以看到可库珀的 Delta 遥遥领先。重做后的可库珀与改版之前相比，现在的可库珀激活赛博老大效果只提升普攻伤害，而不影响控制的范围。1星可库珀即可稳定开大，提供强大的控制效果，并且还能给全队提供100点固定生命值，与街头恶魔进行联动，建议无脑挂。1星炸弹人并且没有投资装备时，可以不仅仅为了给可库珀激活赛博老大就挂上炸弹人，而是选择优咪等更适合当前情况的优质挂件，等可库珀或者炸弹人有装备质量时再把赛博老大开回来。胜率紧随其后的是厄加特，主要还是因为厄加特在当前版本得到了增强。就倘若我们厄加特携带了3件装备，同时没有可库珀的质量时，我们就去挂一个大虫子，进一步提升厄加特的输出。盖伦则是更看重改件好坏和发育时间是否充足。盖伦和扎克的不同在于，盖伦本身是一个身材优秀的战士模板，他的技能机制并不算十分优秀，但是能高额利用面板加成。在7街头恶魔体系里，盖伦可以扬长避短，很好的利用恶魔格提供的高额属性加成。而扎克因为机制原因，在大部分阵容里都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挂件选择，而且扎克需要吃更多的阵容资源，在资源不丰富的局很可能白白浪费一个人口。扎克不仅需要层数星级的支持，还需要给他投资装备，才能回报给玩家一个后期的强势吃鸡点。佛耶哥这当强势了很久的5费万金油，在经过这个版本的大砍之后，已经不再是会优先考虑的外援。佛耶哥相比于可库珀、厄加特、盖伦的功能性不足，因为佛耶哥的定位更偏向一个主 C 意志，在数值削弱之后，即使投资装备也很难给玩家一个满意的回报。即便有采巨大伙伴这样的顶级联动海克斯，我们也要考虑巨大伙伴与街头恶魔本身的彩绘格站位是否冲突，再尝试使用。说到巨大伙伴，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在什么样的恶魔格站位时，我们可以选择巨大伙伴这一街头恶魔的顶级战力。我们先从属性上来看，巨大伙伴提供高额固定生命值与阵亡后的护盾，其中固定生命值与街头恶魔的百分比生命值形成良好的联动，高生命值的百分比护盾也是高收益，在不考虑站位的情况下是极为适合的顶级战力。但是在一些街头格子有所冲突的对局，我们可能会面临为了吃巨大伙伴的收益就损失掉街头格收益的两难处境。这边我也在经过实验之后已经总结了哪些情况可以放心选择巨大伙伴，哪些情况应该慎重考虑是否要选择。在出现左边这一栏的街头格时，我们最多只会损失一个挂件不能吃到街头恶魔的彩绘格收益，而右边这几种则最少也要损失2个挂件吃彩绘格这一，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接受的。大家可以截图保存，在游玩街头恶魔的对局中刷到巨大伙伴拿出来看一下，帮助大家判断是否选择巨大伙伴。装备方面，在保证有重伤和减康的情况下，
阵容需要一套火男的 AP 装，一套 Nico 的肉装，以及一套 AD 装。AD 装中期给辛克斯带，后期完美继承给沙米拉。火男必备一件启动装，可选头盔或者龙刀，在补出法爆时技能能够暴击。最后视情况补出一件功能装，如红鬼书或者增伤装、破防帽子巨杀即可。后期装备溢出时，可以把电刀、鬼书等后排功能装给炸弹人或者厄加特携带。因为大虫子的坦度一般，并且不是恶魔本地人，新版本的可库珀带传统肉装表现也一般，所以没有2星扎克时不考虑做第2套传统肉装。头盔既是 Nico 的优质肉装，又是火男的优质启动装，青龙刀则是阵容输出位通用的启动装。过渡时手中有头盔或者青龙刀的散件可以直接合成。2星金克斯带3件装备，在3、4阶段通常能打出不逊色于火男的表现，但没有沙米拉之前，过渡有物理装可以放心合成给金克斯，以保证过渡时不让节奏。再谈一谈火男到底携带头盔好还是携带龙刀好吧。虽然说在理想情况下，火男没有额外的攻速来源，头盔是优于青龙刀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在合成的时候应该看看手头的散件规划，因为头盔的魔抗是可以去合成 Nico 的肉装的，龙刀又会消化一把大剑，在沙米拉没来之前，这个阵容的大剑基本上是派不上用场的。右图是具体装备的继承路径，大家可以暂停保存观看。由于街头恶魔格会限制辅助装的选择，所以辅助装推荐仅有这些。奥恩神器的推荐也是只有 Nico 的绿甲和火男的魔域狙击手。站位方面，虽然街头恶魔每局提供的彩绘格和签名格的位置都有不同，但是其中仍有不变的站位技巧。首先是街头恶魔固定提供4个签名格，沙米拉、Nico、火男以及主养的5非外援均要站在签名格内。沙米拉由于技能机制，当与敌方大部队站在同侧时，可以把 LE 伤害拉满，但是存在暴毙的风险。我们先来看一段实战录像。视频中，由于 Nico 缺少一件防装，在阵亡后，作为后排 CV 的沙米拉启动，正好被敌方一子转火，从而被直接击杀，输掉了团战。如果我们既想沙米拉打出高额 LE， 又不想他被集火秒杀，我们可以通过站位和装备解决。需要带上夜刃或利用站位让主坦站在同侧进行保护。如左图，遇到这种站位的彩绘格时，前排签名格在左边顶角和正中间，我们应该如何站位呢？当敌方主 C 在左侧时，Nico 站在左边顶角顶脸敌方主 C， 沙米拉站在左边底角，把 LE 伤害拉满的同时，由于 Nico 的保护不容易被大部分技能直接命中导致暴毙。当敌方 C 位站在右侧时， Nico 站在最中间的签名格里优先承伤。此时如果将沙米拉换到右边底角的签名格，虽然可以打满伤害，但是由于前排对应的位置没有单位保护，对应的签名格，导致没有高质量前排单位的保护，容易在敌方输出转火时暴毙，因此沙米拉仍站在左边底角以保证输出安全。其他不同站位的彩绘格和签名格，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站位技巧来举一反三，灵活调整沙米拉和主坦的站位。在对局时可以根据即将对战的对手的伤害类型和称心度判断沙米拉是否有暴毙的风险，从而选择更合适的站位方式。这些是街头恶魔的海克斯推荐。由于阵容本身足够强势，大多数强度合格的海克斯都能发挥出不错的价值。街头恶魔的2个金色专属也在这个版本更有选取的价值。过渡时尽量选择新版本增强过的卡进行过渡，开局抓牛头、门多、杰拉等强力又便宜的一子，如果对上很容易就打出连胜。过渡时围绕斗士、高级工程师和街头恶魔进行发散。在手头有物理装备时，要找到一张可以带着过渡的优质单卡。千珏可以在前期带物理装发挥不错的效果，中期再完美替换给金克斯。街头恶魔作为比较公式的一套阵容，能灵活变动的人口并不多，我们更应该注重装备合成、整体节奏和海克斯选择。希望大家看完本期视频能对街头恶魔的理解更进一步。我们下期视频见。